各位親愛的朋友們，大家好。師父好。今天咱們聊的話題啊，還是投資健康類的。但是投資健康呢，其實我們想講一個系列，就是一個衣食住行的概念哈，就是表現在生活的最朴實的、最真實的那一面上去。那麼住房也有健康的問題。那說投資到住房上來說，我們常見的这個買房子这個投資概念，通常是指一種投機性買房。你們倆說是不是哈？是，就是為了這個財富升值嘛。對，比如說自己住着一套房子，不知道是怎麼考慮的，就是買了哈。但是我再有了錢之後，很多華人都是說這樣，我再買一套房租出去。還有錢本來就不多，比如說一套房子100萬，那我自己現在有20萬。就想呢，我先預付款，我就買一套房，之後呢，再把這個房呢抵押給銀行啊，之後呢，我把這個房租出去，再收那個叫利息，对的，租金，收了租金呢，再還銀行的利息，对，这樣可能供個10年之後呢，可能我就多賺回來了一些錢哈，就可能從20萬就變成了50萬。是，再供幾年，說不定就全款就供完了。對，就是你看就賺了錢了。說買房通常呢都是以投資為目的的。對，是一個財富的積累。對對對，通常來說，在咱們大眾買房哈，你看我們有不同年齡階段哈。對，這咱們3個人我是最老的哈。你看在咱們買房的時候，通常都會考量到什麼樣的一些信息和元素呢？就你憑什麼去買這個地方的房子呢？師父，我也想問問我們的網友們哈，同樣的問題，對，讓我們網友也可以回答一下。對，就是你買房的時候，你考慮的最重要的那個因素是什麼啊？也問網友。對，網友也可以寫一下。對，那我們先問問最年輕的香可啊，你要是買房的時候，你考慮的是什麼最重要？我覺得除了就是價格好，可能也是方便吧。就是因為可能平時上下班啊，或者就是周末想出去玩啊，至少就靠近地鐵站。一個是價格好，一個是交通方便。對，方便。對，這個很現實。對。那像我就是說前些年呢，孩子小一點的時候，我考慮的就是學區房。學校好是為了孩子上這個好的學校，這個地區的學校比較好。對，這是我最先考慮的。那現在又不一樣了，現在孩子都大學都畢業了哈。對。那我不用住學區房了，我就搬家了，就找一個生活方便的，比如說買菜比較方便吶，進便吶，然後還有因為年紀也大了嘛哈，因為家裡也有老人，看病得方便，離醫院比較近的。這個是我的首選了，這是對的就考慮它的服務機能性，對，比較好的，對，你看，那我們也看看網友們啊，網友們說，你看，大小是價格、位置，還有房屋的朝向，還有地段，還說風水也有人說，還有風水，對，然後有升值空間，可能是指就是它以後它的價值會在對還有你看市場、購物、交通、周圍環境，對，菜市場，還有採光好你看哈，住着舒服，還有說是否離我父母家近這也是一個哈，對吧？很現實哈，還有樓層。對，還有安全，有人說安全，還有鄰居。對了，你看，這是大家這個很多的回復，師父。還有設施齊全還有鄰居是誰是不是就是看不同人的需求？還有一個人寫的新地段、新開發區買新房，對吧？對，那我們就還是好好討論一下了。對，那也請師父來指導一下。我們講的是投資健康，從健康的角度買房子。但是說考慮點沒人說到健康，我還沒看到一個是健康的。但是一般參考的數據中沒有一個東西叫健康。對不對？對，參考點沒有健康。對。但是有些重要參考點可以變為健
健康的部分。是的，对对对，所以正想请教師傅呢，就是我們說投資健康，就是住房也有這個健康的說法嗎？對呀，住房跟健康有什麼關係呢？是，我要說出來嚇死你哈。哎，扶好了桌子凳子哈。好，我一說咣啷，你嚇到钻下头去了。其實咱們講的，其實有一句話叫做病從口入，對不对？是的。这通常是指的吃飯喝水。就是你吃的怎麼樣？那上一期我們都講過了這個部分哈。對。這我不再重複。但是很少有人說我住的地方是對健康影響是巨大的。就形同於吃飯喝水那麼重要。對。那是什麼呢？我應該把這個最關鍵點放到後頭一點說哈。好。對，我先透露一點，叫這個住房这個房子的環境。對不對？是。環境再多透露一點說，你這個環境的空氣乾不乾淨啊？對不對呀？對。那你想，你試一試哈，你可以一天吃1頓飯是可以。是。你能不能做到有1小時不用呼吸呀？不能。還1小時1分鐘3分鐘都很難了。可能3分鐘人就完全休克了，就失去了知覺哈。要不呼吸的話，所以很多人小孩子吞咽一個東西哈，卡住之後哈，通常2分鐘就動不了了。是的。所以你看呼吸，其實我們每1分鐘都離不開，是吧？對。如果空氣污染了，那可糟糕了。沒想過吧哈？是。所以呢，你是不是要住一個乾淨的地區啊？是。這是呼吸嘛哈。對。那如果是水源呢？對呀。哎，尤其是這個你的無論是採的地哈，還是喝的水被污染了，對，那麻煩了。是。當然，今天城市化了之後哈，人們喝水哈已經不用喝叫自然水。什麼叫自然水啊？過去自己院子裡挖個井，對，或者旁邊呢這個有條河，去舀水來喝，是吧？哎，但是呢，如果你的這個喝的這個水源污染了，你還說我現在不喝這個河水了，我喝的水庫的自來水，但是我們附近那條河，所有的魚都死光了，鴨子都不敢去，鴨子去一次就回來就死了啊。那你覺得你住在這個環境你會安全嗎？不安全，不健康。這不就是這樣嗎？是。但尤其是空氣。是。所以空氣的這個點很重要哈。所以我們說環境。英文就是什麼 location 是吧？對 ，environment and location。對 ，location，就是我們選的房子的這個關鍵。這個叫什麼？地點。地點。現在師父講的是這種大的哈，這種環境。其實說環境也就是地點，地點也是環境。對，其實2個是一樣的意思啊。所以你在城市中選擇一個安全健康的房子來說，那首選的就是安全的環境地點。那我們跟網友也帶來幾個例子，就看一看，如果這個大環境水啊、空氣如果污染的話，哈，會給我們健康帶來多麼嚴重的危害。看看多嚴重。是。那師父先分享一個案例，來自美國，就是這個是發生在就是美國南部有一個州叫 Louisiana。然後這路易斯安那州呢，它就是有一個河穿過這個州，叫 Mississippi 河，因為 Mississippi River。然後在1950的年代的時候呢，因為這個地方交通方便，然後土地也便宜，所以很多那些大的公司呢，他們都選擇在這個 Mississippi 河的兩岸，就是開設一些工廠。對，方便嘛。然後這個工廠呢，就是有一些是就是化工廠，有一些是石油廠，煉油廠。很多啊，然後就是一開始呢，當地的居民還挺開心的，他們覺得那些大公司都在這兒開工廠了，我們就有很多就業的機會啊，對我們這邊的經濟就會越來越好啊，所以當時候呢，其實一開始大家還是挺歡迎的，然後都把這個地方都叫做化學走廊，因為很多這一些化工廠嘛。
但是呢，好景不長，就是到1980年代，就是大概30年過後開始，很多居民就開始發現呢，身邊得癌症的人越來越多了。幾乎家家都有，而且不只是癌症哈，就是很多人也患上了莫名其妙的呼吸道疾病，還有很多這些早產的案例啊，還有就是哮喘病啊，都成為很常見的疾病。哎呦，然後到了1987年呢，有一個統計就發現，在一個小小的街道裡，每年就有15個人死於癌症。哇，這發病率也太高了吧？對，就是非常非常嚴重的這個癌症的發病率。那這個數字呢，真的讓整個社區都震驚了。所以從此以後，人們就不再叫那個地方叫化學走廊，而且改名字叫癌症巷。就像癌症走廊一樣了，因為整個這個沿河的化工污染給人們帶來的健康的危害，讓這個癌症的患病率，我記得好像是有一個統計，對。是這個平均的幾百倍喲，700倍，老師，700倍喲。後來就是這個美國環保署就是做了一個調查嘛，他們發現就是這個化學走廊這一邊的空氣中呢含有致癌物，而且有些地方呢比安全指標高出50倍。太可怕了，对，挺可怕的。然後還有一些區域呢，患癌症的風險比美國平均水平高出整整700倍。對，太可怕了。不僅僅是癌症啊，就是孩子他的也影響他的發育。就是他不僅是哮喘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人有一些生育的困難。对，還有皮膚過敏等等，在當地的居民都非常的常見。你看這個圖上面，就是這個沿河兩岸呢，哈，那個白點點都是各種化工廠啊，什麼煉油廠，所有的這些廠都在這兒，所以造成了大量的這個污染，哈，對，水源的污染，讓這個地方成為叫癌症走廊，多麼的可怕。是，直到現在呢，一些居民區的那個癌症風險依然比全美國平均高達就是幾百倍。对，所以我們選擇住房的時候，真的是就即使是我們在這種廠區裡工作哈，沒辦法，就是我們學這個專業的，然後也在這樣的廠裡邊工作，但是最好還是不住在附近。是，對。那後來像美國，可能它交通也比較便利，就有些人呢，他寧可他坐地鐵或者是高速路開車，他往返回家呀，這樣子往返2-3個小時，他也要把孩子老婆放到比較安全、比較乾淨的那個住宅的那個城鎮裡邊。對啊，他是這樣的，只能這樣去盡量避免啦，就跟大家講。是。那我也給大家帶來一個日本的一個案例啊，就是在日本的南部熊本縣有個地方叫水俁啊，它就是在太平洋沿岸，它有一個海灣啊。這個水俁這個地方呢，都是漁民嘛，都是去捕魚啊，撈那些貝殼類的那些東西。那麼在這個地方，在1906年呢，有一家大公司就建立了一個化工企業，叫 Chiso， 就是中文叫制所株式會社。它呢都是生產化肥呀，什麼都是各種化工產品哈。那麼也支撐着整個城鎮的一個經濟啊。但是呢，從1932年開始，工廠就開始往這個海灣裡邊排放污染的廢水了。最主要的，它是含這個水銀，就是汞啊，含汞。對，一排就是幾十年啊。一開始大家還不知道排這個污水，想排到海裡嘛，海水就把污水帶走了嘛，沒有想到自己的健康會受到什麼威脅。然後呢，但是一開始是怎麼着呢？發現貓出現問題，貓走路哈，就跟我們那個喝醉酒似的，它東倒西歪的，不走直線啊。而且呢，還那個全身還抽搐，它停不下來，那個爪子就在那兒抽搐，還口吐白沫。竟然最離奇的是，有的貓它受不了自己身體的這種痛苦，或者說它神經已經受了一些影響，它就跑到大海邊，跳到海裡，投海自盡。哇，這個真嚴重哎！對，然後居民們發現說，這些貓怎麼回事？得了那個貓神經病了嘛哈？開始是不理解的。然後慢慢到了50年代哈，發現完了，這些人也跟貓一樣了，走路東倒西歪的，然後呢也語言障礙啊，然後手腳也是抽搐，
甚至于精神發狂，還有那個視野哈，就像我的話，我只能往前邊看到師父，我看不見我旁邊的香可，就是這個視野已經受影響了，就他整個的這個腦神經系統都受影響了，非常的嚴重。這個時候就是人出現了這些很多病例了之後哈，才引起了重視。尤其是就是有一家那個2個小女孩，一個5歲的小女孩突然發病，結果她妹妹也是發病後來才引起重視就調查嘛。原來呢就先明白一個道理，為什麼貓先發病？因為貓吃什麼呀，香可？吃魚啊。對，它就是在海邊嘛，貓主要的食物都是魚，所以它就吃那個海灣裡邊的魚啊，所以貓先發病。後來人也發病，因為這些人主要也是靠吃魚吃貝類，當然它也有一些糧食嘛哈，對，人體又比較大，所以後來就發病。才知道是什麼的污染，就是那個治所這個化工廠它排放的水銀的污染，造成這麼嚴重的。對，那麼當地人就跟這個廠打官司，一打就幾十年吶，就打到現在，就打到2000幾年，然後才賠付了一點點錢而已。然後就是認證的才2000多例，就這種病哈，就叫水俣病，就是它當地這個地名，以這個地名命名的一個病哈，才認定了2000多，其實遠遠不止，應該是過萬的。但很多人呢，就是他們廠就是你們都是裝病什麼什麼，哎呀，也真的是非常不道德的。是，這人好可憐哦，非常的可憐。對。那即使是到現在為止，就是政府已經讓這個治所這個株式會社去清理海灣，那哪能一下子短幾年就清理完呢？它都70、80年的這個水污染了，對，所以造成整個這個城鎮這麼嚴重的一種病害啊，對，而且還不光說成人生病，小孩生病。她還直接通過懷孕之後通過胎盤讓胎兒就生病，所以生下來的很多孩子就先天畸形、腦癱，哎呦，非常的嚴重。真的。所以這個就是水污染帶來的一個例子。這個水銀呢，我之前讀生物課的時候有學過，就是這個水銀在那個就是貝殼類啊，還有魚類啊，它是會累積的。就是比方說，就是如果那個海裡有這個水銀或者汞，那它這個海藻裡面它就是會堆積，就是本身它都會堆積嘛。然後小魚吃海藻的時候呢，會把這個海藻裡的那個水銀也吸收到它的體內，它排不出去。對。然後就是，所以就是跟着那個叫什麼食物鏈，一直往上走的時候，到像那些大魚吃小魚的時候，又會把這個水銀給就是吃到大魚的身體裡，吸收到自己身體裡。然後人在吃大魚，就是會非常就是嚴重的那個。還有就是他說到那個貝類，那個貝類一般都是在那個海底啊，哈。在那個泥裡面嘛，哈，對，那個泥裡邊就又是這個水銀，它是一個重金屬嘛，它就沉到海底，海底的含量又更多，所以就造成這麼嚴重的危害。那這個案例就是說到這個水銀嘛，那其實其他的重金屬，像我們很多化工廠呢，就是排出的重金屬，像鉻啊、鎳啊、銅啊，甚至排到那個水裡，那它也是就是如果影響到人體的話，也是腎臟啊，還有生殖系統都會受到影響。對，就是這些就污染源就太多了哈，金屬啊、化學製劑啊。還有一些這個化工的那些我都說不上名字的那一些，是對人體非常的有害。那還有剛才我們說到水污染啊，那其實空氣污染也是很嚴重的。對，這個我也知道。剛才像剛才師父說的，就是我們那個也離不開空氣，1分鐘都會憋死。那就是有一個案例呢，在諾加利斯。它是一個工業的小鎮，是在美國跟那個墨西哥的邊緣。那這個小鎮呢，在1980年代就吸引了很多的公司，也在那邊開工廠。對因為那邊的地便宜嘛，人工可能也便宜。就是這些工廠都開到那兒。那也是一樣，一開始開的時候，大家都挺受歡迎的，就覺得就業的機會來了。對，經濟繁榮了。對，經濟繁榮了。但是呢，後來呢，那個健康的結果就是非常的嚴重哈。就是這個社區慢慢的發現呢，這邊的癌症的發病率的非常非常的高。
那它是因為這些開的工廠它帶來空氣的污染是嗎？對，空氣的污染，而且這些空氣的污染源它不只停留在空氣，很多還就是就溶到水裡。它水加空氣雙重的污染。对，双重的污染，就是很多这些空氣的污染源，它也是能進到水裡。然後我們就是喝進去的時候也是會影響的。那我理解的就空氣污染一般就形成就是過敏吶、哮喘吶、氣管炎吶，就是肺的問題，就呼吸道的問題。你剛才說還有癌症，還有其他的。對，空氣污染還能除了肺癌之外，其他的器官也會受到損傷嗎？對，其實這些顆粒物啊，就是真的是挺損害我們身體的。就是我們有2種常見的那個顆粒物，一個叫 PM10，一個叫 PM2.5。PM2.5 有聽過是。那它的 PM 呢，就是說這個顆粒物的大小，它都是用微米來衡量的。那就是給大家一個對比的參考值呢，我們人體的頭髮是50到70微米。那就是這一些很多這污染源呢，它是10微米。就是這個是還是比較大顆的，就是頭髮絲兒的1/5那麼小，或者1/7那麼小。其實基本我們的肉眼是看不見的。那這個 PM10呢，它就是會造成你剛剛說的那個哮喘病啊，或者呼吸道的疾病啊，或者就是影響到我們的眼睛。對对对，就是痛啊等等的。就是這個是還是比較大顆粒的。那剛才我們看 PM2.5，那一些就是更小顆粒的，就是頭髮絲的1/20。那這一些小顆粒的那些污染源呢，它能通過我們就是吸進去的空氣呢，到我們的肺泡裡。那到肺泡裡呢，可以直接進到我們的血液。哇，是哦。那進到血液就會增加血的濃稠度嘛，就是造成心血管疾病。心臟病、中風之類的。這麼嚴重啊！對，還能就是到我們的肝腎還有腦。那就神經系統也受影響了。对，神經系統受影響，還能增加老年痴呆的患病率。哎呦，太可怕了！所以這個是空氣的這個污染哈。對，所以回到剛剛說的那個案例，那個諾加利斯這個小鎮呢，它除了癌症的發病率很高，在1990到1992年間呢，他們還發現就是這個小鎮特別多起案例，無腦的嬰兒。什麼叫無腦？就孩子生下來沒有腦？對，就是因為他的那個還能活呀。你看這個圖片非常可憐，他就是嚴重的先天畸形。他出生的時候呢，腦組織只有正常孩子的20%。他本來就是一個非常罕見的疾病，但是在這個就是小鎮裡呢，就是從1990到1992年間就報告了17起。那才2-3年間就生了這麼多無腦兒。畸形的。是的。對，然後所以就這邊的這個無腦嬰兒的這個發病率比平均美國的就高達4到10倍以上。太可怕了。对，所以我們就是說真的要遠離這些工業區啊。對，造成的健康影響太可怕了。是。所以這個你說那個顆粒呢，是空氣中所含的一些有毒的細微的物質，就像灰塵。你說顆粒，有些觀眾可能沒聽懂啥意思。因為我們也看不見。不是，他不知道，大家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是指空氣中的懸浮的。對，漂浮物。肉眼看不見。对，隨着這個風的流動，就可能來到你身邊。所以你的環境如果有污染的話呢，這是你的吸收到體內。它很微小，它越是更微小的呢，它到了血管裡去了。对，這個血管呢是通向全身呢。是的，就什麼病都可能會發生。就看你吸收的哪一種有毒物質多一些。太可怕了。你比如說不是重金屬，你吸收的是塑料類的，好不好？不好呀。就把人都塑化了，就这个人这个塑化之後哈，尤其是這個男性性別不清晰，所以影響生育。所以現在這個小男孩哈，溫柔的人就越來越多了，個性越來越溫柔，少了陽剛氣了。他沒男人的陽剛氣，所以我相信對整個人來說是一個打擊和退化。是，對，所以他到什麼地方就變成什麼病。
是吧？因为前头我们主要着重于说的重金属，对，但是我说是一切污染物，都不是自然的，这些都是对身体是毒害的，是的，所以你看，环境重要吧？重要，非常重要，对，非常重要。所以说，就是说这种工业区哈，我们还是要避免在那儿居住。对，所以我们这堂課特別重要。對，對，對，我們剛剛有個網友留言，他說戴口罩可以嗎？老師，你覺得？那你不能一天到晚24小時戴口罩呀。是。你生活在那個環境中，你總有不戴口罩的時候，不就吸進去了？我們觀眾朋友可以自己想哈。如果你這個空氣這個區域特別污染，對，你戴個口罩真的起作用嗎？對，不可能的。哎，我講一個我真實經歷的案例啊。我當年的時候哈，我在我們中國那個山東淄博，山東淄博呢，當時我去的時候是政府邀請嘛，就幫他們去做一些事情。他當時讓我住一個3星級的一個賓館，那個賓館裡面收拾得很乾淨，哎，我記得那個進去之後還有服務員當着我的面，那個桌子什麼都抹了一遍，哎，我去了之後就已經晚上10點多了哈，就不管那些，趕快收拾一下休息，明天還辦事兒。好了，等我早上5點鐘醒來，我發現桌子上有一層淡淡的淺白色的灰塵。哎，那是從窗戶裡進來的？其他城市是沒有的。我說這是3星級賓館，窗戶都是雙層的。那應該很嚴密了，都進來了。從我的屋門出去的話，就像很多賓館一樣，就是走廊嘛。對呀。它並不是直接通向戶外。對呀。那麼這裡的通風呢，用的是空調系統。而這個從哪來的呢？好，我這出去忙活了一天，到晚上回來，這一層灰塵哈，積的是已經很厚了。哎呦！如果在過去我的青海來說，它那個風沙時期污染也很厲害啊。對。就是灰塵也多。是。比那個地方要增加10倍的量。那師傅，那您說在那兒睡一宿覺的話，無形之中不就吸進去了嗎？是啊，我真害怕。真是。哎呀，這個我都不知道怎麼洗我的肺，都想洗肺了，就是。哎呀，真是，就吸進去了呀。對，是在山東淄博。因為它那個是生產陶瓷的地方，所以是那種白粉粉，是不是？對，燒窯多。並且那個地方還有一個化工廠。你看。對，有很大型的化工廠，我叫什麼石化來着？好，對，所以它這個污染也挺厲害。是真的。其實很多這些工廠，他們在燃燒那個煤啊，或者是就是它在製作的過程中產生的這一些有害的那個物質，它如果沒有經過好的處理，或者它是為了省錢而它不做那些過濾的話，真的就直接到空氣裡了。你比如說燒陶瓷哈，對，這還不是化學污染，對吧？對，它只是燒煤。對，來通過煤火這個溫度呢，就把這個捏好的陶瓷坯啊，燒成就變成瓷器。其實就是這麼一個簡單這麼一個生產動作。它這個地方呢，我那個時候我打聽了一下，聽說有20-30個窯口。就這個地區哈，20-30個窯口就已經污染成這個樣子。當然，政府也是在抓力度哈，就是希望說你排出來這個煙呢哈。希望這個粉塵哈，就是這種物質濃度要自己留住啊，要進行改造。是，我相信那個時候也沒有什麼更好的設備，怎麼樣把這個粉塵，就通常就是搖嘛，往一煙筒啊，煙筒就往外冒煙。他要在那煙筒裡頭裝一個過濾的，就是。有很多過濾的也不起作用啊。對。還有說讓它不冒煙了，這窯都沒法燒了。對。對不對？就直接影響到生產。對，所以這個灰塵這一塊杜絕了吧，這個窯就沒法燒，所以很矛盾的一個發展過程。對，其實我們不光是在，就是剛才講的這些國家，包括歐洲啊、英國等等，都是在工業革命的時候，就是工業迅速發展的時候，都經歷這個問題。是。對，真的是有點避之不及呀。但是我們知道了這個道理，知道這個危害
之後還是盡量要遠離現在的這些工業區哈。對。那師父，我還有個問題，就是說，我們知道就不住在工業區嘛，但是如果說有一些地方啊，它以前是有化工廠的，或者以前是工業區，但是現在就是政府給它改造了，就是學校啊、房子啊，就是住宅區就建在那兒。那這一些 OK 嗎？就是它是不是現在沒有化工厂就 OK 了？這個我來先回答哈，師父，我先講一下。我知道有一個案例就是在這個美國跟加拿大邊境多倫多那個附近有一個著名的景觀叫尼亞加拉大瀑布Niagara Falls， 對，它當地這個城市就叫這個城尼亞加拉瀑布城。那在19世紀末的時候呢，有一個人他叫 William Love 威廉艾，他姓艾对，他呢就很理想化，他說我挖一條大運河，然後呢用這個尼亞加拉瀑布呢來這個是發電，這個水這麼多水嘛，我來發電建立一個理想的城鎮。結果他挖一挖也不知道是沒錢了還是怎麼着了，反正就沒挖成，就留下來沒挖完的那個運河的那个河道還挺深的，對，就是大溝槽，對，就留在那兒了。等到了這個1942年左右呢，因為當地也是有很多重工業，他們一想正好那些化學廢物沒有地方排，就乾脆就埋到這個河溝子裡算了。他們就把什麼致癌物啊、劇毒的那些化學品啊、溶劑啊、重金屬、腐蝕劑、顏料反正就是那些不用的東西、廢物，全都傾倒到這個沒有挖完的這個河槽裡然後用粘土都給蓋上封好，就覺得溜之大吉就沒事了然後呢，而且這塊地呢，後來是私人地嘛，後來還賣給了政府，政府也得充分利用還上面還蓋了房子，還建了學校。這就是住宅區了。對，就1950年代，過了20年到1970年代，完了悲劇發生了。就先是那些居民就覺得怎麼家裡老是有一股刺鼻的化學品的味道，然後小孩子身上就起紅疹。那學校裡邊那些小孩子都無緣無故的就有各種健康的問題，對，就是什麼哮喘過敏甚至於癌症白血病都出來了。然後那些婦女還有流產什麼嬰兒畸形這些問題也都出來了，對，甚至於有的人他那個地下室還有黑色的液體滲進來，他們就很害怕了嘛，這才引起了社會關注。關注之後一調查，原來是當年當垃圾掩埋的那些有毒的化工品，把整片的土壤和地下水全都污染了。這可怕，就是它蔓延了，感覺。沒錯，他以為他把粘土給封住，沒封住，它就滲透了。以為看不見，對，你埋到地下就滲透了，更糟糕。結果不得不到1978年的時候，那個時候是卡特總統，然後他就宣布整個地區聯邦級的一個緊急的一個那個狀態然後讓那邊的居民全都要搬走。把人就全都搬走了。搬走之後，這個地方沒法住了，因為污染了嘛。政府花錢的用了24年的時間要清理這個污染的土壤和這個水源，整整用了24年。據說24年之後有一個報告說都清理乾淨了。那我問香可，你說你敢住嗎？不敢住就是這一些化學品，它那個怎麼講？它分解的那個速度，其實很多都是要上百年的。對，這這能清理乾淨嗎？你說？就是說，所以就是說，即使它現在沒有這些化工廠了沒有這些所謂的污染了，但是曾經被污染過的，我們也要去調查，要知道還是要避免居住的。它可能都滲到土壤跟水裡了。對，那你種的菜呀，你的空氣呀，又都彌漫出來了這個政府為什麼對我們說是各國政府挺頭疼的一件事呢？就是如果過去你做過很多工廠企業不同的企業就有不同的排污染的這個廢料，是吧？化工的排化工的，石油的排石油的，是的，是吧？燒磚的排的是這種粉塵對，它是各種各樣的，有很多呢，尤其是化學類的它一影響接近100年都是，對，都是影響好幾代人的健康的，對，
你像我记得在像加拿大呢，如果今天你去买房啊，我们找禅堂的地呀，就知道说有很多这种现象。比如说过去的像加拿大，像在60、70年之前，对，他们个人那個時候加拿大人地大人少嘛，就是每家住個平房。在冬天要取暖那個設備要燒煤啊燒炭哈，對，就有人發明了這個燒柴油、燒油、燒煤油啊什麼之類的哈，燒油，但是這個油呢不能說每天來買哈，或者拉個管道，那時候沒有拉一個管道，它不像現在那個煤氣有個管道哈，是的，那個時候呢，就是每家這個院子的地下裡頭，就是有一個鐵的一個盛油的桶，對，大油罐子，就是一個油罐。對。那麼因為歷史的原因啊，潮濕的原因，有些油罐呢就腐蝕了，就漏油。對，金屬嘛，時間長了就腐蝕了。對，因為政府收到很多這個案例。對。比如說你在加拿大買房的時候，不管在加拿大每個省買房，你買房的時候一定要找這種房屋檢查專業的人員，驗房師，有政府的執照的驗房師，其中一項是檢驗有沒有地下這個污染的這個油桶。是的，對。如果還有說過去有哈，現在還沒有，油罐還在地下，要清理出來。他要求要清理。是的。還要查地下這個土呢有沒有被污染。如果有，就有多少污染，還要挖掉它，填上乾淨的土，這要花一大筆錢。對。因為政府這樣做是對他保證，不是說你買房的這一家主人，整個社區的人的這個健康。因為反正政府想的呢，這個是比較周到。對。反正是要麼是賣房的人花這個錢，要不就是買房的人花這筆錢。對。反正政府不出錢。是。就你們自己解決啊，對，把這個污染的土和這個破油罐都挖出來，或地下埋這個爛機器都要給它扔了它。還得花錢去扔了它。是的。是這樣子啊，所以這個污染呢，如果不嚴重，政府為什麼說把這個污染的土都要扔了呢？換掉。我現在說只是家裡燒這個油來要燃燒機器取暖用的這個油，還是自家的東西，還不是更多的化學污染物。對，還只是油，單向的污染。對，因為很多科學家就知道說這個東西一旦蔓延了之後對人體有多少危害。是的。之後政府知道之後只能順着執行。是的。必須把它清空了，對，填上好土啊。所以這個水土空氣的污染那麼嚴重的話，它確實是個問題。對。所以香可剛才問，如果過去這裡是工廠，是有污染源的話，那現在經過了一些改造之後，是不是就清了呢？我們擔心的是說清空了嘛。如果整個這個區域哈，比如10公里以內都是工廠，那政府用什麼來清啊？那你說要花多少錢呢？是。清理這個環境的這個錢啊，比蓋樓都貴。是。政府能掏這錢嗎？對。對不對？所以很多建築公司覺得還能省錢就省了，反正土地蓋上了之後，政府的人真把它挖開來查嗎？也有的時候抱着僥倖心理。是。我認為哈，所以要是絕對乾淨的話呢，我們先說乾不乾淨這件事兒，那我認為過去開個工廠，這裡很難清乾淨。對，還是要避免的。對，從科學角度來說思考，它肯定有問題。對，好，那說到這裡呢，我們就跟網友總結一下，我們從前面現在講的師父給我們講的這個投資健康中買房的第一個最重要的要點，投資方向啊，就是要選擇健康的大環境。對啊，一定要找乾淨的水源空氣土壤，就整個這個大環境要遠離污染。對，遠離工廠啊，就現在跟之前的都是。對，遠離工業區。對，包括就是再講稍微細一點，包括以前這個地方是一個不是說那種化工廢料的垃圾掩埋場，一般生活垃圾的掩埋場，這個也要避免的，因為它也是毒素啊。它釋放的都是毒。對，就是生活垃圾哈。你像你在像稍微偏南部一點的地方哈，如果你那個垃圾桶，就是比如說剩爛橘子呀、爛水果、爛菜，就扔進去哈，那個吃不完的、放壞的這個糧食哈，你扔進去，你那個小垃圾桶，3天以後你聞，你受得了？對，半天就臭了。為什麼那個味兒變臭呢？它發酵的毒素呀，都是它已經產生了毒素。對，你這時候吃了就中毒。沒錯，對不對？
這只是還是非常單純的生活垃圾。所以包括人排的这個糞便如果不去進行掩埋和處理的話，它也是毒素。對，是的，就是這樣。所以大家都是要做買房之前對這個大區域做一個比較詳細的一個研究比較好。是，對。再囑咐細一點唄。那就是還要就是說選擇避免什麼？我聽說現在還有像這種新型的工業生產太陽能板的也會造成污染。張哥，你知道嗎？是不是它因為它生產過程中產生很多像那種矽啊、硅啊，我不懂具體是什麼。總之就是說，也要遠離這樣的這些一個新型的工業對，也不要想它是太陽能是很節約能源的一個產品，但是它製造過程中沒有污染的一個發電的企業是吧？對。但是製造太陽能板會污染，會造成環境的污染。那我這樣我再提另外一個那今天尤其是各種小車，包括電動汽車那做那個鋰電池。對，做那個鋰電池，對，有沒有污染？有，如果鋰的話，如果人吸了和吃了，會不會更健康呢？不會，就毒死了。它能變成電池，能夠讓汽車跑。人吃點鋰會不會跑得也快？就不跑了，就跑不動了，是吧？跑不動了，就中毒了。对，对，所以我們像在西方，我們生活的國家都是這些電池的回收都不能夠扔到生活垃圾中去的，要單門要回收的，因為它要特別處理。沒錯，它很大的毒素。有時候這個政府也不夠，管不夠，有很多地方我其實在溫哥華，我一直沒找到說哪裡收舊電池。有一些那些賣面，有一些店還有一些也是有的。也就是說，你政府沒有推出個力度，你沒有畫上個大電池放在那兒，我們就到處找，提上一小塑料袋電池，說往哪扔啊？淨是打聽，真沒有一個標準地方，就還是變成超級污染，是吧？就是這個宣傳的不夠。對，這還是小電池啊，就是剛剛說的鋰電池那種大汽車的，對，汽車用的工業電池更糟糕。是，如果沒有處理好的，就是也是污染。對，那還有的有些環境，大家覺得不是工廠，像各種什麼的研究所就我知道。那你說，對。就是我知道，像有一些那種化學的研究所，它不像化學工厂，那冒烟头、冒大烟的那種，你都一下就看到。你覺得這些人都文质彬彬的，對吧？都是學者的那種啊。實際上，他們研究的東西也是，就是這種化工類的，也是有毒的。對，它也造成旁邊的污染。還有一種研究所是什麼？核能的研究所。這個可怕嘞。核能的那種核電的那種研究所更是，它有些核廢料，對，然後它要怎麼處理，那個更可怕呀，那是造成核輻射，那各種的那種嚴重的疾病那如果這樣你說這個研究所那我們聽的都是網上流傳的，就是在這次這個瘟疫在某國某個地方的病毒研究所，這個病毒結果給自己釋放出來了，對不對？所以他的科研人員不小心給帶出來了，旁邊的一些人和動物被污染之後，後來污染了全世界對，所以說很多這種尤其是比較高級的研究所類的，是不是要避免要惹不起，要躲得起，盡量躲遠點，對不對？就你不知道他研究啥，對，這高科技人員在這研究的就是說可能變成一種工業是很厲害，但是人體可能受不了，人體可能就受毒害，对，这各種研究所也要避開。是，對。好的，那就傳統的這些我們就基本都知道造成污染的，像礦山、煤礦啊、金屬礦的開採呀，那些冶金廠啊、鋼鐵廠啊、煉油廠、化工廠印刷廠，對吧？紡織染布廠之類這種傳統的，我們基本上還是知道的。哎，對，化肥廠、農藥廠。我還想起一個來，你不以為有毒的哈？我曾經在有一個地方在青海的時候，住的離我可能就是1公里的一個什麼做牙膏的工廠。但是我覺得味道受不了。我覺得味道受不了。咱們聞的牙膏不都挺清香的嗎？所以我就問你啊，你們不是有文化嗎？不知道。
啊？知不到？知不到。是不是牙膏吃多了之后就没有毒，对吧？牙膏反正不能吃，除了刷牙之外哈。刷牙还得吐出来。他经常写了之后里头含废，那废是废水啊，还是就是一种化学废啊？是不是吃了好？牙是亮了，这全身牙才长在嘴裡那么一点嘛，你吃多了受得了吗？是吧？受不了。对，就不是废的话，就是那个牙膏，咱不知道什么东西做的，对，肯定不是玉米做的，对不对？那吃多了好不好啊？不好，肯定不好。虽然是入口的，我还想起来跟这差不多的卷烟厂附近也不好。那肯定啊，烟就本来就有毒呀。是，对。我再来个更狠的哈，更狠的一个内容，不是我狠，是现實的問題哈。當年在青海和西藏的時候，我看的很多原本還算是長得比較清新自然的人，就在那個環境下的，我認為還算美麗的皮膚，是吧？所以高原的人呢，皮膚略黑一點，因為可能日曬那個輻射也比較強，也多一點哈，皮膚略黑一點，但是年輕人都帶一個小紅撲撲的臉蛋兒哈，對，像小蘋果，我是覺得青春美，獨特的高原青春美，但是有一批特好美的女人呢，就買了一些各種各樣的化妝品哈，那個時候尤其是有一種叫什麼藍哈，我不知道叫什麼藍了。肯定不是馬蘭拉麵嘛，就是往那上頭抹。它是不是增白的呀？它是增白的，特別有效。等抹完了之後哈，後來我發現，他就正常洗了臉之後，臉還那麼的死白，就是不正常，還經常那個大白臉變成紅紅的。這個我知道，越是增白的化妝品裡邊哈，含鉛越多。含鉛？對，鉛不是挺好的嗎？鉛的不好，不好。鉛這個中毒可不得了。不是，你也買挺貴的，那個鉛一斤也最起碼好幾塊的。鉛一斤那變成化妝品更貴啊，師傅，那一瓶也挺貴呀。對，那個鉛中毒就是更糟糕，一個是癌症啊、白血病啊，還有神經系統、腎臟、神經系統的那個，光是臉的皮膚還好啦，它還傷了身體內部嘞。反正那個臉抹得特別死白的女人，到最後就成鉛色了。不是，關鍵很多腦子都不好使。就是它進去了嘛，對，它吃進去了，就像抹了牙膏吧，它把牙膏吸進去了，就是這種感覺。那個臉就死白，就沒有人的顏色。對，而且我發現給他們說話特別費勁，就腦子轉不過彎了。他腦子像中了毒一樣。那就是中了鉛毒嘛。鉛毒啊！鉛中毒可厲害了。這個說就說遠了，這個回到我們上一期那個飲食裡，就剛才說的就是那個我說日本那個水域那個地方，魚啊什麼貝類裡邊很容易含鉛，除了汞以外還含鉛呢。這咱們顯得有文化哈，說那裡有鉛，除了鉛之外還有沒有其他有害物質？都有啊，都是化學品嘛。咱別說化學品，弄麵粉隨便鋪在你臉上你不過敏嗎？不是，他怎麼肯定要打噴嚏？你是外星人啊！首先就是這個受不了。打噴嚏為啥呀？粉塵吶，你身體受不了它嘛，對不對？受不了，對，排斥嘛。你明明是麵粉嘛，對，蒸包子用的，非鋪到臉上去，誰受得了啊？是，所以那些女人抹那個臉嘛，都怪的，有些乾脆直接是鉛的顏色。就是洗完臉之後，對，有的變成是那個紅紅的那個皮膚，那就過敏了。對呀，還有就是很死白的，那就吸進去了。那晚上走路的時候可嚇人了，就是他發現這種臉呢哈，他臉上到了晚上他有點熒光效果。哦，我的老天！這個鉛中毒之後臉它吸收了很多化學品。那還成了夜明珠了。我跟你說，他為了賣這個化妝品哈，其實他可能放了少量的熒光劑。是，哎呀，師傅太懂了。現在就是現在有一些這個現代少女，這個可能香可更懂哈。她要那種化彩妝哈，她什麼眼影啊，或者是這個腮這一塊呀，她又弄點那種閃光那種金屬光澤的那種感覺，哎，那種哈就是閃閃的那種哈。就用了很多師傅說的熒光粉吶、鉛吶什麼，就這些的，對，很糟糕對皮膚。是，對，現在人都要打什麼 highlighter 之類的，就是你說的那種，反正就是越發光的，就閃閃。有的時候就在舞會上啊，你要吸引男生帥哥的吸引力啊，你那塊就是不靈不靈的那種閃光，太暗，就那種粉，對，最可怕就是含鉛特別高。對。
不是，師傅，這個咱講到這個，人體健康、皮膚健康了哈，要回到大環境上來。我們說的是生產這個企業，對，就要遠離它。對你肯定抹多了也是啊，以後少抹這東西啊。對，腦子轉不過來。我告訴你，你要真想美白哈，其實不用花錢，就是拿一點種田的那個土，只要不是黑土哈，正常的挖出来那個乾淨土哈。搅上點水抹一抹之後往臉上抹，你可以試一試哈，抹一半臉，你看是不是變白？你說怕臉抹了有問題，你往手背上抹點，水一比，哎，你呢1個小時之後把那個泥巴洗掉之後，哎，剛才抹泥巴那個手背啊就會變得白很多，我覺得沒有什麼副作用。大不了再抹點豬油，是吧？平衡一下。对，師傅用的都是純天然原料。我連豬油都不用啊！哎，我的臉是靠搓的啊。其實搓臉吧又乾淨灵活哈，所以以後我們会销售那種專門搓臉棒，是吧？搓臉的，用玉和水晶做的，你说这多好？那老高级了，对不对？对，要吧哈？要，很便宜，1塊錢一個棒啊。好，行，這個慢慢講。咱們開始說遠了哈。好，那這個剛才我們回顧一下哈，第一大投資方向有遠離工業區的污染啊，對，工業污染啊。好，那我們接着往下講。好，就是師傅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說我們遠離這些工業污染嘛，然後我們就可以選擇接近大自然。對呀。啊，那有一些人可能會想說，哎，我就來買個海景房或者山區房。哎，你先等一下哈，我們再跟那個網友們互動一下，我給網友們看一張圖，看網友們怎麼選啊。好，來看一張圖，看看這個1呢就是山景啊，在山坡上。2呢是在河流邊哈，有河景；3呢是在海邊有海景，啊，4呢就是城區啊，就是居住區。來，網友們，來，你們挑選的時候會1、2、3、4選哪個？只能選一個數字哈，對，選你最喜歡的那個數。對了，不能都選啊。你看有人說了喜歡4，4城市中間。還有人呢，对，看看啊，目前幾個是選4的，來我們再等等看啊，還有也有好多網友現在選1呢。1山景挺好的呀，我也挺喜歡的呀，空氣清新嘛，只要旁邊啊，就啥都沒有。我覺得3也挺好，海邊海景房最貴了。對，還有幾個網友選2，河景房也挺好的那個還有3，這3是那個真是最貴的，很多那些像洛杉磯海岸的很多都是這富豪住的地方。對呀，夏威夷海邊也是最貴的呀。富豪不是住海邊就是住山上啊，是，對，高級。富豪都選1跟3。對，目前很多都是選1和3。剛才選1跟3的哈，天生就是富豪命哈。是，那網友們可高興了。對，選第4的都是比較庸俗的哈。對，但是就是為了這個健康而言，從投資這個區域上來講的話，師傅，那您建議要怎麼選呢？和為什麼呢？啥健康的選擇？對呀，居住區是吧？對，山景房和海景房好不好？你說讓我選的話，對，就是各有各的利和弊。對，我們先說可能，現在我們先沒考慮污染哈。第一個山景房這裡可能沒有，曾經也沒有，和現在也沒有工厂，沒有工業污染。對啊，又高，尤其是晚上哈，一看啊，整個是這個滿院燈火哈，能高瞻遠矚啊，看得遠呢，心裡就比較敞亮，心裡比較舒服哈。對，所以呢，住的這個山景房呢，心情特別好。是啊，如果有比較方便買菜的話呢，還是一個挺好的地方。哦，對，所以你像咱們在溫哥華，對，住在西溫地區的那些大姐們，每天像瘋子一樣，是吧？從他那個城市的進到城裡，能買個菜，買個麵包，啊，買個雪糕，都需要在繁忙的時間就要堵1個小時車。他得過那個大橋，光堵車就堵1個小時，來到禪堂2個半小時，是不是啊？2個半小時從我們那兒可以坐飛機到洛杉磯了都。對，就堵那麼久。堵得腦神經都出問題了，而且呢，那還是天氣好的時候，師傅，要冬天一下雪哈，那就出不來了，那車都不敢開了就。对，所以住這種又高又遠的山景房的人呢，哈，通常就按照什麼主義者來說的話，叫理想主義者。
理想主義者腦子一熱，哇，景這麼好，買了。等去了一生活，後悔了，直後悔，說我總把這個房給弄出去，對，拍大腿，讓下一個人上當。但是很多人不上當就賣不出去，就急呀。對，是不是啊？那个山裡的話，那還有熊呢，咱們在溫哥華。有熊，有賊，有泥石流，有大地震滑坡，還有山火，最近還有火，對啊，還走一個半道哈，打你2悶棍也沒有鄰居看見，救命 help， 那個是房大房多人少，是，所以有個老太太住在西溫的時候，我在那一年光扒着頭往外看，一共也沒超過40個人一年啊，哎。對，這咋那麼多人少呢？比熊都少。太冷清了，對。所以呢，就是住的山景，空氣很好，景也很好，但是肚子還是很餓啊。對呀，我記得他就是生活機能太差。我記得師父有一句名言說，這個住在山頂的人，高處不勝寒。對。然後就是買菜難，買菜實在難。對對，所以如果這個兩個能平衡的話，誰都會住山頂上去了。大家不去住，是一定這個城市規劃中就不選擇這個城市為市，不選擇這個高山為市中心，一定有具體的原因。對，哎，不適合。對，所以雖然避開了污染，也避開了生活的方便性。沒錯，生活極不方便。對，說到那兒遭難啊，就像孫悟空壓到五指山下呀，那個痛苦的感覺。對，哎，對，巨為艱難。對，除了這個生活的不方便呢，還有一些自然方面的危險，比如說山火呀、泥石流啊、風雪封山、大雪封山等等哈。所以在咱們這個溫哥華呢，有很多我們知道的所謂有些中國知名的一些富豪哈，住到一個是西溫，還有什麼白石鎮，對，是白石鎮就是海邊海景房啊，海景房，對，到我們禪堂城市哈，不堵車的時候45分鐘，一堵車可能2個半小時，對，是吧？所以在那兒的痛苦呀，就是你說這個明星們每天為了吃這餐飯非常痛苦，所以變成3頓飯呢，多少個小時了？6個小時過去了，是不是啊？光來回跑都餓死了。說如果你們家院子能種莊稼，我覺得住那兒沒事兒。能種莊稼種菜的話，那對，那富人也不會種這些，對不？所以這都是理想主義者啊，就忘了現實，最後給明星們給逼的哈。房子不管能不能賣出去，等他養狗養蚊子啊，種大麻都可以。最後自己呢到市中心買個房或租個房子，說在這兒吃啥都香，方便，一下樓要吃住行什麼都有，就方便了。所以大家千萬記住哈，既沒有污染，還有生活機能很好，這個很重要的。是，哎，師父，那在白石鎮那邊就那些海景房，它就迎着海風吹嘛，對不對？對呀。它對健康是不是很多人我聽說就風濕病了就？對，就看你有沒有那個命。哦。如果你又有風濕病，心臟不太好啊，又有一種什麼懼高症、恐高症，對不對？哎，這個住在那兒是活受罪啊，但是有面子啊。啊，對，因為貴嘛，豪宅嘛。咱是名人，咱有錢人，咱有錢人喝風的話。這人也不容易，不是？我覺得這有錢人還是對風水、對這個健康還是知識少了，不太懂。對，是不是從風水上也指導一下？我以前的話，古代那些貴人們，沒有人住海邊吧？這古代人虛榮的人也多了，在海邊的啊，不到1個月全跑回來了，再也不去了。所以在古代的時候，你看我們走訪了日本啊、韓國啊，我們中國很多地方哈。在古代的時候，真正建小鎮的、有真正民眾生活的，沒有一個是死貼海邊的。他要避開海風那個衝煞之氣。哦，衝煞風。海風直白的衝煞之氣哈，就叫做寒冷。對，這第一個寒冷。第二個。對你的神經和呼吸道特別的不好，知道嗎？因為這個海的這個海水是那個鹹水，含有大量的鹽，所以呢，呼吸道不好的人呢，也容易敏感哈。還有一個極冷，比如說陰冷，比如說拿韓國的釜山市來說，它真正市中心呢，離這個海邊5公里，真正的離海邊5公里或者更遠哈，你住在這個
釜山市裡頭，和純海邊溫度哈至少差5、6度，7度8度，就是這樣子。還有一個那個海浪風特別大的時候哈，能把一個稍微弱一點的牆和一個小房子給吹倒的話，但是到市裡頭之後，它那個風哈就減少的小的不得了，对，就小到忽略不計的程度。所以你要想，就是你的體質很棒，是吧？你能夠和大自然抗衡的話，一個你住高山和海邊沒事，因為你體格好。但是多數人的體格根本經不起自然的折騰。是的，人不可能能給自然抗衡得了。对，这不行的。那師父剛才說這個海風是一種煞氣哈，這個寒風很重啊。對，那個大海浪呢？看着很壯觀呀。海浪加海嘯哈，其實很危險。你在海邊上哈玩耍，別說孩子了哈，先不說孩子，就是一個成年人在海邊玩耍的時候，我們也不說大海嘯一次把你趕走哈，就是如果遇上一次小海嘯，也無預警的哈，你就在海邊玩，都不算海嘯的時候，就是海在退潮的時候，你呢腳在踩那個濕的海水，就淺的，對，剛沒到膝蓋這個程度，這個趕上退潮的時候，能量強的時候，能把一個大成年小伙子衝走，一下就給拉下去，你回不來的。它產生一種吸力。如果你沒在海邊，你沒有在海邊真正的待過的話，就不知道這種效果。對，很危險的。但是呢，遇上漲潮加大風的時候呢，這個海水經常呢會把海邊的人和海邊的路上的人給捲下去。它是有很多這種危險的。對，所以這個風浪太大，所以對人的殺傷力是極大的哈，所以不好。那住到湖邊呢？我现在海邊還沒說完哈。如果你在海邊的樓房你住過，對，你住在這個海邊的高樓上，有住過賓館，很多現在嘛招待人的話，海邊的賓館你看着窗戶，等漲那個大潮的時候哈，你都感覺你就住在海上頭。對，因為它高嘛，好像腳底下就是海浪一樣的。因此，在海邊上住的人哈，你看到水不是在動盪嗎？對呀，動盪，對，動盪這個感覺還加大風哈，所以在海邊住的人哈，通常從風水來說，這個能量沖煞呢，它容易讓你的財富和情感產生波動，產生極大的不穩定性。就是說，住在海邊的這個就容易不踏實哈，就是動盪。我們說給你帶來的能量，一個事業、財富、情感，容易產生動。對，雖然人心處處都在動哈，但是從風水來說的，它是給你帶來的這樣一種動感。所以你望眼放出去都在動。它給你帶來這種不穩定的這樣的能量。對，對。但是師父不是風水上也是說，就是說這個水帶財啊，那我們還是選擇有水的地方。那如果大海這個沖煞氣太重了，那湖邊或者河邊呢？它不好，就是什麼東西都叫適量適可就好，對不對？你說適當的，比如說華人嘛，到晚飯吃飯的時候喝點湯，有些人就極端了，說光喝湯不吃乾貨了。你不是也是挨餓嗎？對，白弄個大肚子，一會兒就餓了，對不對？對，什麼東西都要搭配適量。對，所以在這個海邊哈，尤其是那個填海造地在蓋房的呢，那未來住進去都是個麻煩。這個麻煩我的用詞也許不當吧，可能在人生會經歷一些超艱難的大關。就是填海造地的這樣太低窪了，不好。它原來就是海。對，原來就是大湖，原來就是大河，它本身裡面是動盪的，你等於住在裡頭的，明白了，是不好的啊。對，好的，了解。它那個湖邊也不行，湖邊是死水哈，對，就是湖邊的死水還不如流動的河水更好。对，好的，所以死水不好。對，就算是比如說有污染、有負的能量哈，它自己不容易排解掉。說流動的河水呢，還在流動中產生洗刷，但湖水排不掉。好的，所以你看，在北美地區的5大湖當時的污染哈，它過去60、70年前的污染，現在政府檢測說你最好不要飲用，還是就是這樣，是很厲害，是這樣。
好的，感恩師父。那我們網友們還回到剛才你選擇的那張圖，我們看一看啊，1、2、3、4，看看你選的跟師父講的從健康方面上選擇住房啊，你選對了嗎？所以其實在這個裡邊最好的位置還是4，對不對？是，它是一個住宅區哈，遠離這個山吶、海呀、河流的哈，稍微遠離一點。但是4呢，因為它就在這個地方，你想去山裡走走，到海邊走走，到河邊走走，還是很方便的，不太遠。但是還是遠離了那些風險。對啊。所以我們前面講了2大投資的方向了啊，第一是遠離工業區的環境的污染，第二呢是遠離這種山吶、海呀這種自然的風險，是啊，对，那看看還有什麼新的投資方向呢？哎，香客，我問你，年輕人哈，就是你看現在就像剛才那張圖看到的，中心肯定是這個城市最先發展起來的，然後它人口多了以後總會往周邊蔓延嘛，哈。所以一般都是在這個近郊區啊什麼的，都會有這個新的住宅區，對吧？剛才我們的網友也是說要選新區哈。我問你，那你說你要想買房的話，你會選一個已經穩定的一個老住宅區，還是一個新蓋房的一個新住宅區呢？我覺得可能會想說新的更好吧。為啥？就像那種設施。比方說，馬路也更寬敞，然後設施更先進，然後可能連你家裡那個 WiFi 也更快。對對，就是這些綜合設施，新區它因為比較新建嘛。對新城市的話，所有看的都是新的，对，或者更時髦的，对，更容易被青年人更喜歡的這種整個感覺啊。老城區很多老房子怎麼刷都是老房子，它就沒那種光彩感。對对對，所以我相信吸引青年人的一定是比較新的，新城区，对呀，什麼都是新的嘛。对，而且經常看那些房屋廣告，他們都拍得特別漂亮。老城區誰廣告啊？都住那是不動的。對，只有新城區賣房子才不斷的說這個區多麼好多麼好，對，才在被經營之中。是，但是以我就是說，因為比你年長一點哈，這個買房的經驗稍微多一點，那我覺得這個新開發的地方還是有一些陷阱我們不知道的。比如說哈，最嚴重的是它的這個住宅建造的質量沒有經過住人吶，沒有經過檢驗。比如說我們看他那個宣傳冊，地產商的宣傳冊真的很好，設計什麼，哎呀，我請的哪兒的人設計啊，怎麼好哈，配套設施怎麼好。但你畢竟沒有住，你不知道它的那個施工質量怎麼樣。也許哈，你住了幾個月，或者住了1、2年，漏水、地基滲水、房頂漏水，或者乾脆牆面出現裂紋，表明它地基的那種傾斜跟沉積的坍塌，就是有一些小問題，牆上有點問題，咱們抹一抹還行。出現這種結構上質量的問題就糟了啊。但是你看，像我會選擇，就是我們家那塊都是住了幾十年的那些房子了哈。當然裡邊有新房有老房，但是整個這個區域我去選的時候，我至少知道呀，哎，它的建築質量是怎麼樣的。它建築有問題的，我不會選那個樓啊，我去選那個人家住過的，哎，確實好的呀。我覺得會避免這個風險。所以就新房區等於說你是第一批白老鼠，哎，對，你給人做實驗，對，你去實驗的，對，還有一種呢，它就有個不確定性，就是它新城區它在發展呢，哎，現在你看着這個房子都很好哈，說不定過2天旁邊新增了一條高速路，特別的吵，對，或者是新挖一個那個地鐵站。5年一直都是噪音，是，白天也待不住，晚上也对，你不知道的這些情況會給你生活帶來很多的困擾。對，還有新城區的話，尤其是呢，我們的朋友們要注意哈。你比如說你買新城區的話，就是應該多做一些功課哈。想方設法去了解一下你現在想買的這個地區過去是做什麼的。對。這個功課一定要去做，對，否則就可能上當了。如果過去是污染的工厂呢，那絕對不能搬，不能去。但是，在今天很多國家的各種城市當中哈，比如說過去的工業區，隨着這個城市的人口已經漲了好幾倍了呀，或者很多倍了。
說原來的居住區根本就不夠用，对不对？所以把有一些工业的工厂呢，讓它搬出去。对，一些化工厂啊、烧煤厂啊、木炭厂啊、化妆品厂，从原来过去的是郊区，现在就是城市的中心了，讓它搬走。所以在這裡呢，就重新進行規劃，蓋的是住宅房、住宅樓。對。它底下其實還是有污染的。對。但是呢，因為有這種污染的呢，所以它在賣的時候，它增加了很多，讓你可能忘掉那個不愉快的歷史，給你轉移注意力。對啊，說你看我們有了這麼大一個人工噴泉。對。我這裡有一個小孩兒童玩的一個娛樂區，遊樂場。我買的很漂亮的設備。對。它會增加一些看似福利的感覺。讓你忘掉那個不愉快的歷史。是。很多是這樣子。那師父講的這個還是說這個工業上帶來的污染還有另外一種也要注意，它前面的歷史是什麼的，是給我們精神上帶來問題的。那很多種。對，比如說以前這一塊是監獄。對。然後現在就是和平年代了，那個監獄也拆了或者搬遷了對，蓋樓了。對有冤魂吶。對，還有煞氣還在吧？被冤枉抓進去的人在裡頭被折磨致死的呀，冤魂不散也挺恐怖的。對。然後還有的地方像北美有地方也是，就幾十年前是個老的精神病院，那個時候的精神病院不得了都電鋸鋸開，跟腦子裡做啥事兒的呀，也是有冤魂的。對還有一個更直白的，你知道新加坡有一些現在新的住宅區以前是墳場。對因為就是有冤魂對，那個真是有冤魂，因為他就把那個墓地給搬走了。對，因為地不夠嘛，所以他就墓地搬走了，魂兒也沒搬走呢。不知道呀，對呀，這靈魂不一定聽政府的。是這也麻煩所以一定要了解他的老新城區新建的住宅區的歷史。對。但是很多人呢是說，因為房價會便宜一點就不管過去是弄啥的，現在只要便宜能買到就好，是，對不對？他圖的是這個，悔之晚矣也挺不容易的，真的。所以我說嘛，就是有點歷史年頭的，就是那些就一直都是住宅的那樣的區，還是比較穩妥的。當然了，你不然你一查看上百年以來這一塊就是住人，沒幹別的，對，相對是最好的。對，當然我們也會去選那個不是特別老舊的就是設施配套也都不錯的這樣子的中等。對，但是是經過檢驗的，是安全的。這是最好的。就是老居住區的話，老居民區，它也分一個不同的這個經濟高度境界對，有的社區就好。是的，對。還有老社區雖然是這樣，也有些流浪漢多呀，或者是治安不太好也有這樣的，但是也小心。這個就是下一個要跟網友們講的了，就是除了說這個新老的這個的歷史還有污染這個在意之外的話，接下來就是看這個人文的特點了。對就剛才師父說的，對你的安全性，你的旁邊你的鄰居，你周圍的人群是流浪漢呢，還是吸毒的了，還是什麼？沒有才是好的嘛。是治安其實是個重要的問題。對，你安家在那裡，總圖是家人是清靜、安全、快樂的。對，還有就是說，那旁邊是那種叫什麼夜店对，夜店的麻將馆酒吧对，酒吧那個大型舞廳，对，甚至於是那個毒品注射所呀，北美有這種，不行。對，你要的還是要看的對，溫哥華有一個人都登了報了，就是他這個親戚還是之前早就是老移民老移民給他介紹了一個房子讓他買了，就是吸毒者待的區。哎呀，你看就讓他受罪哦，住了20年都精神病了。那他家還經常要被偷被盜呢。他每天就從家裡出來買菜和他回家這個過程是最恐怖的。對，還經常有那些吸毒者敲門，是的，砸門，是的，經常在那個樓梯口躺得像屍體一樣。對，那痛苦致死啊。对，
所以說在這個要選擇好的人文環境哈。对。是我給網友們分享一個例子，一個故事啊，這也是我們歷史上學到的哈，孟母三遷的例子啊，這個故事。孟母三遷，对，就是這個孟子呢，原名叫孟軻啦哈，他是這個春秋戰國時代這個儒家的一個大思想家啊。他小的時候呢，爸爸就是很早就去世了，媽媽一個人帶着這個兒子，也是想望子成龍，把孩子培養起來。那一開始呢，媽媽選擇住的地方就比較偏僻一點，比較清靜啊，清靜的地方。清靜的地方呢，結果人們就把這個地方當成墓地啊。然後小孩子小的時候就模仿能力很強啊。這個小孟子就經常看見這些。來那個下葬的人吶，還有怎麼造墓碑呀，怎麼埋墳吶，怎麼吹嗩吶啦，告別儀式，他都學會了。他回家給他媽都演一遍。哎呦，他媽一看這不行，我不能讓我孩子以後長大成人就幹這個呀，這個沒有前途嘛哈。對，這不是我培養的方向。收拾家哈，帶着孩子搬家，搬到一個人比較多、熱鬧的地方了。熱鬧地方它就形成一個集市啊。這小孟子回家，這學得快呀！新蒸出來的饅頭哈，5塊錢一斤啊，新打的棗就是3塊錢一筐之類的。他媽說這也學的，這也不行啊，那天天斤斤計較的哈，都是幹成這事兒了，這不是我要培養的方向啊！卷吧家裡的這個家當，又帶着孩子又搬家了。這回搬到一個學區房有一個很好的學校私塾。這回小孟子回家來，彬彬有禮，見到媽媽哈，一到地就這樣。碰到鄰居的大伯過來也是哈，Good morning 你好，My name is 孟軻，How are you？ 哇，媽媽這回高興了，哎呀，這個彬彬有禮哈，還學的這個文言的這個講話哈，而且這小孩還跑到那個學校外頭，他上不起學，媽媽窮嘛哈。他在外頭窗戶那兒還聽課還會背詩。老師還發現了，說呵，我坐在裡頭的學生還不會背呢，外頭偷聽的小孩都會背了。說來，你進來就跟我們一起學習吧。就這樣慢慢就培養長大，還真是以後就成為一位大思想家。你看，所以他就要選這個好的人文環境，學區房還是很好的。所以这個環境對人的影響力是大的，無論對孩子還對老人、成年人，都是有諸多的影響哈。對。但兒童的成長被外人、被社會影響大，其實正常人都是被這個社區的綜合環境、綜合的質量和文化影響的。對。所以這個現在講的是一個綜合大健康的概念。對，現在其實很多年輕的夫妻都會選擇學區房，因為就是說，對，以後孩子讀書方便嘛。對，教學質量高，是這個確實是有差別的。是這一點呢，我在溫哥華也做了一些調查哈，確實有一些那個同樣就是社區的學校是政府的學校，是吧？政府義務教育的學校哈，這個是一直都有。但是呢，不同的社區的學校呢，它的教學的質量和老師對孩子的這個教學的這個方法呀、耐性啊什麼的，還都是有差別的。確實是。對，所以通常在比較高尚優質的一些社區哈，那麼這裡的孩子的這種高考率，包括這個犯罪率，都是比較好的哈。對，犯罪率少。高考率高，是成才率高，對，他的有一些，尤其是像工廠區的話呢，孩子呢就會綜合性差一些。是的，比如說，還沒上大學已經進監獄了，已經開始在那吸毒了，這個比例呢會越差一點的學校，這種孩子就越多一些。對，那還有的孩子就進黑幫了呢。有不少的。對，但是好的學區房，因為他的街坊鄰居、銀行經理啊，什麼大學教授啊、中學老師啊，都還是會溫和很多，比較不會有那種不良場所。少。對。也有壞孩子一定會出的了，就少了，但是是按比例嘛。对，像這個，所以好一點的社區呢，這個孩子綜合的素質和高考的成績呢，通常排名就比較高。是這樣，就是這樣。對，
好，那我們總結一下，到目前為止大環境的選擇哈，對，第一還是遠離工業污染，第二呢是遠離山海自然的這些風險，第三呢還是避免這個新建設的新開發的住宅區還是找稍微成熟一點的，經過時間檢驗的比較好那第四呢，就是這種人文環境好的，比如說這個學區房，對，還是很好的。好了，理解了。那師父啊，現在我們知道怎麼選擇大環境嘛？对。但是可能這個大區域裡呢，有很多條街，然後很多個我可以選擇的地方。那就是我做出這個選擇，還有其他的考量嗎？就是說，在這個大區域裡，我選擇我的小環境。有，在這個就是選擇買房這件事哈，買房居住的這個事情的時候，永遠就是從大的選擇哈，没有污染啊什麼之類的哈，治安也好啊，这種一個大區域，但是大區域當中，並不是每一個區都適合你住。對。不管多高尚的社區，這個區中有沒有餐館？對。酒吧，尤其是國外哈，酒吧，那麼還有呢？警察局，醫院，我說的嘛，離醫院近，看病方便。殯儀館，對，每個區都有生生死死嘛，都有，對，還有啥？就是說，現在我提到這些東西的話，是像這種設施，這每一個地區是離不開的，對不對？對。但是如果比如說你今天你住這個消防局的樓上，你每天聽到的是啥？消防警幾乎沒有停過，就嗷嗷嗷一直叫的。對。所以除非你是個聾子，而且全家都是聾子，對不對？你要不是聾子的話，住那挺難受的，那多刺耳啊！對，對不對？他要救火的時候，他使勁一叫，為了讓別的車都停下，他要去救火嘛。對，非常刺耳的。那還有醫院。醫院。救護車，哎呦，說哎呦完了之後呢，你經常在那住，來回路過，對不對？對。就是說，送殯的，看死人的，看病人的，反正到醫院幾乎沒好，除了醫生給人看病之外，幾乎都是為痛苦憂傷而來的，對不對？對。還再加上急診來了，又是又叫着又來了，對不對？還是一種讓你動盪不安，心裡害怕。對。再就是離殯儀館近，離殯儀館近，明明那個地方的鬼魂都給超度了，但是你自己都能想出倆鬼魂來，所以總感覺說那個地方就趴着兩個鬼，因為你害怕呀。對。又看到人穿着黑衣服，戴着白花，沒有一個帶笑臉的在那兒你就會自己會聯想這件事情。是。對。你還住在墳墓旁邊，對呀。對。你看，在溫哥華北美地區很多墳墓過去人家認為已經是郊區了，現在是市中心，讓誰搬誰也不搬，但是修的比較漂亮像一個公園一樣，它那個很多墓碑是平着放的，還是一看以為是一個公園，其實底下全是死人埋葬的這個地區。你住在它旁邊的時候，是不是覺得哎呀，早晨是打開窗戶一聞一股死人味兒，好開心啊？你會有這感覺嗎？不會吧不會。那大腦有問題，铅中毒的這樣。好不容易過個節吧，都是在那磕頭上個香都在那抹眼淚的。你看，你遇到的都不是快樂，都是憂傷，對不對？如果你正好一開窗戶就在這兒，還說你找我很容易就是咱們城市第5號公墓的第6個門就是我們家。咱們不要這樣的鄰居。是。你的心情如何？對，師父，我說到這兒，我想到前幾天在網上看到一個案例，就是有一個年輕的女士她就是要買一個小公寓嘛，然後她就選擇了就是一個新的一個住宅的就是新建的一個樓了，然後這個公寓呢，它是有7棟樓的，然後呢，其中呢就是有2棟樓呢比較便
便宜出售，然後他就想說，反正都是在同樣的一個區裡啊，那沒關係了，我就選擇便宜的去住，他就選擇了那個1號棟比較便宜的住房。那住進去之後呢，沒有，就是說他選擇的時候呢，他問那個經紀人說，為什麼這樓比較便宜啊？對呀。然後經紀人跟他講，因為這個靠馬路，所以可能比較吵。那你不介意的話，你可以就是住，就比較便宜嘛。那他想說，平時我白天上班也無所謂了，對，我就住這兒沒關係。那等到他真的買下這個房住進去之後真好了，他打開窗戶看到對面就是個墓地，他這個是個墓地景觀房，人家都買山景房、海景房，他買個墓景房，是，哎呀，一下子就好，这個打死都想不到哎，真的，这太堵心了，对，房子都買了，你說怎麼辦？對，就是說一棟樓哈，尤其今天還有這個發展商哈，地產發展商一蓋好幾棟樓。對，而且把你領着繞進去，繞的你吧就暈乎了。尤其是你一定要從你這個房子登上去之後哈，最後如果有可能是每一間屋從窗戶裡往外望一下是什麼。是。還有這種樓的有一個面兒是比較光鮮的，對着大馬路還算光鮮的，是吧？比如說南方是光鮮的大馬路，如果北邊是遇上幾個什麼呢？蓋到半路蓋不下去的那種叫什麼樓來着？斷尾樓爛尾樓。爛尾樓，對。爛尾樓就像一個樓房蓋的鬼屋一樣，是。一到晚上黑漆麻黑的，又是那種很怪的那種影子，爛房子的影子，對不對？所以如果你們家的窗戶正好望着就是那個爛尾樓，你的心情如何呀？那天天都爛乎乎的，對，就肯定不舒服呀，這不那麼爽快。對。還有呢，結果呢，你東南方那邊呢是個精神病院。就弄幾個瘋子天天在那罵人，你受得了嗎？受不了。對，所以你今天你要買這種就是公寓樓哈，你最好想方設法，你要把你站在這公寓高一點的窗戶上來看，看上去都是什麼，一定要問一問查一查，拿着手機隨時拍，完了之後再去找，下功夫找，說我看到那幾個讓我有點疑惑的那個樓房或者那個單位到底是在幹啥的，是最好弄清楚。對，萬一什麼文化工研究所呢？對呀，是吧？是瘋人院的，是。還有說不是瘋人院，那個就是一個醫療樓，還有法院。對，公安局。對，這不是新加坡吧？經常說這棟樓全是看病的，是吧？對，醫療樓，看什麼病大樓。所以這棟樓比較知名的主要是看精神科，他每天來都是瘋子。不是看啥病的，咱們也別跟他當鄰居吧，就都是病痛的這種。但是我是說，這棟樓並不是一個醫院。是。你看，在新加坡還有很多國家哈，很多診所就是在辦公樓裡。是這樣，是。他有些辦公樓專門是醫生的嘛。是的，是。並且就是分科。对，等醫生多了就分科了。對，說這裡看骨科的吧，這樓上樓下都是骨科的，大概就是這樣。對，是所以你都要打聽一下。對，所以買房子是個大事。對，而且現在可能很多那些新的公寓呢，你買的時候可能那個樓還沒建起來，你看的就是一個模型。對，就是一個設計圖設計圖更大。對，然後如果真的不調查的話，就會像剛剛那個女士，真的等你住進去，你買下住進去之後，發現真的就墓景房了。對，好的。那關於這個小區域裡邊的這個選房呀，對，還有一些注意事項。對，我不得不提醒大家的哈，除了剛才講的那幾項哈，比如精神病院還有呢教堂。教堂就是如果他比如說基督教堂，但他這個人就是房主就是個基督徒，那是不是還挺方便的？是還分你的境界你不管是哪一種教徒哪一種信仰者，那個教堂我不知道覺真知不知道哈，教堂的綜合功能都有什麼呀？洗禮婚禮、喪禮，連喪禮也有，對吧？有呀。說人家在結婚娶媳婦，大家都是喜悅的心情，對不對？如果那是個葬禮，還有去世的這個人，比如說汽車事故撞那個七大八塊，你也見過這個屍體，你不管你信不信他的這個教哈，你不會心裡頭有障礙吧？有，尤其是晚上
路燈還壞了，還有一些路燈吧，半明半暗直晃，直在那閃，你有沒有感覺靈魂在向你招手？对，在眨眼。對，所以人會有障礙的。对，而且一般就是那一天晚上就辟谷了，就不想吃東西了。還有就是說，這個教會這種場所呢，其實它還會吸人的能量。吸引能量。我不是站在宗教角度說哈，我是站在風水角度，風水健康角度來說，知道嗎？它是吸收大家能量的。哦。对，所以通常呢，這個还是要避開的。就所有的這種宗教的這種，像比如說像台灣哈，它這個老社區經常裡頭有一個小廟。什麼廟？土地廟啦。一般也要盡量能避就避。一個概念哈。對，一定要避啊。還有一個東西哈，城市人是永遠都避不開的。我們之前看房子遇到這個事多了，若干次。一個是高壓電線。對。是。很多朋友哈，年長者朋友不懂得高压電和普通用電，就是普通的一個電線桿不太高，有很多線路哈，大概5米10米的高度沒事。我說這高壓電，就那個大鐵架子，看着都三角都落得很高，這種哈，這個離這個高壓電線近了都不行，比如300米以內，通常都不好。高壓電線是吧？還有一個叫變電站，对，每個城市都有至少一個變電站。沒錯，对。變電站裡頭有很多灰色的、莫名其妙的大鐵盒子和大鐵屋子。是的。那個就是變電站。對。也有叫變電所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他把這個高壓電就是轉壓成什麼什麼低壓電之類的哈。對。這個它釋放的這個電磁場。那個磁場的這個能量是巨大的。我相信對人的健康一定沒有好處。對，因為它不是自然的了，就是超大了，太大了。那個能量就是火的能量。对人產生磁場或者是精神方面的傷害。火的能量，從健康來說，對神經啊，對血液都不太好。對，對大腦都不好，往上衝。所以這個一定要離開。好，我們在廣東的時候啊，當然在廣東。去有一個人家，一個同修家，他家很好玩，他們家是民航公司的飛行員，他們家房子特別便宜，他2萬塊錢就賣給他了。是因為在啥？飛機場附近？就是飛機起落道的下面。對。所以他睡覺的時候戴着耳機，天天嗡嗡嗡，戴着耳機。他是飛行員，反正說他一生與飛機有絕對的緣分哈，就是這樣。就我們住進去，有時候那個飛機一起的時候，他們家房子跟着抖，跟着震動，就震動的抖，所以這個也不太好，不好，對，一個是那種能量還有躁動噪音，對還有呢，那個飛機燃油噴出來那個廢氣，對，其實比那個城市汽車氣可要厲害多了，對呀，對，所以都是空氣污染很厲害，就是機場旁邊。好，這些我們都是要規避的哈，對，好，那接下來我們跟我們的網友再互動一下哈，還有幾個選擇題，看看我們網友能學到多少。來，先給網友第一張圖片來選一下哈。這個一樣4個選擇，1、2、3、4哈。你看到後面是山，前面是高速路，這高速路上還跑了很多車哈。那這個小區裡邊的1、2、3、4，網友們你們來選一選。香口，我也問問你那你會選哪個呀？我覺得可能就1或2吧，因為就方便很重要。你說它靠近馬路，應該也靠近什麼公車站啊、地鐵站之類的，出門就打車。對，出門比較方便。你說你住到3和4，還得走一段路呢。而且1還有一個好處，1、2還有個好處，它視野比較開闊對，看不見鄰居的樓就不擋，對吧？對，是它可能就是那個馬路對面，如果還有一些風景也挺漂亮的。來，我們看看網友們怎麼說。選3的多耶。網友選3的，選2的，對，3的最多。對，好，那師父來，我們可以跟網友們講一下哈。這個1呢，其實不太好，因為它離這個高速公路近呢，就好像師父開頭講的那個大河或者大海一樣，它是有沖煞的能量，是這樣說吧？也有點叫攔腰斬對，一個是大的高速路第二個呢，高架橋的路，就雙層路。
架起來一层叫攔腰斬。那一個快速的路在你門前路過呢，它形成一個很強的一個衝煞的這個能量流哈。就是對於住在這個大路邊的人來說，尤其是這個汽車速度越快的，對，這個能量就越大。對，這是風水能量哈，好，不好，不好。尤其对这個兒童呢哈，在那裡的話也不安全。對，而且它汽車尾氣還有空氣污染，還有噪音的污染。是，就是總的來說這是不好。对，所以不要光看方便哦。对，是。那剛才那個4呢，因為它靠近山體嘛，就是可能會有這個山體滑坡呀等等這些不安全的因素啊。對，所以還是3是最好的。我們網友們還選的很好，都學到了，很好。對。甚至靠近山的那個，它就是有那個山體滑坡、泥石流，比如說泥石流、洪水，對，地震。這個山滑坡滑落下來，是都有風險的。那個山如果大滑坡的話，哈，一般的樓房根本頂不住，非常厲害，被埋進去，是的，对，很厲害。要遠離一下。好，我們網友都選得很好，那再給網友們看第2張圖。第2張圖呢，給大家介紹一下哈，它這是地形高低有點不同。1呢，就是在山坡頂上。4呢是在這個山腳下面哈，2呢就是離這個高速路比較近啊。來，我們再選一選了。我選1是站得高看得遠呢。那它在山上啊，剛剛我們不是說我有4輪驅動的車呀，OK 的，我爬得上去呀。那但你冬天怎麼辦？我不選4嘛，滑坡它容易往下滑，對吧？然後那我覺得1挺好的，4輪驅動車開上去多爽快呀！那你冬天路滑呀、結冰啊怎麼辦？會不會不安全？貴一點的車嘛。行，那我們看網友們的那個。網友3、4，有一些網友也選1哦，也跟你一樣。對，3，對，3、4的多，對吧？老師，3跟4有什麼區別呀？4還是在離山腳太近了。對，它還是剛才跟前面那個圖有相關的問題，它會滑坡啊。好，那師父，我們公布答案啊，覺得這個1我說的那個高瞻遠矚為什麼不選呢？之前我們講過了哈，如果這個高山上來說的話，因為這個圖還是比較小了，對，實際來一個城市分大區的話，這個高山上已經很偏僻的地方，對，它有很多風險，比如像北方下大雪呀，对，夏天下大雨呀，山体滑坡呀，還有野獸啊。比如在平面上來說的話，是3級風，山頂上至少是5級風，真的是再加上沒有鄰居，或者有也是野獸類的，所以它的安全度差了一些，但是它有它的好處，就是一看的整個全市你都能看到，尤其是晚上燈光一亮起來之後這個城市就像一個漂亮的花園一樣，對，它的美感是最好的，但是它的麻煩呢，就是剛才我講到的，沒有鄰居天災人禍來的時候都麻煩哈。對。好的，那所以剛才那張圖裡邊最好的位置是3吧？對，好的。像2的話也不太好，因為這面守着公路哈。對，4的話有滑坡的風險。對了，對，太好了，感恩師父。好，那再給網友們看下面一張圖，就是街區裡邊哈，城市裡邊哈，它有的街區那個路中間的路比較高，旁邊的房子呢比較矮就是它的那個台階都得下一個台階才能進他們家的門，還有不同。它這樣的街區呢，通常呢，它是有高低不平的，它是自然的那種山坡型的城市，就容易出現這種路。是，像溫哥華也有，尤其是那個三藩市哈，它那種大斜坡的那個舊金山那個厲害。舊金山它就是很多層次的，有的就像那個梯田一樣的，對吧？就看你從哪面看它那個坡，对，都有。那個是斜坡，对。然後還有一種就是剛才圖中講的是中間的路高，它那個房子的地基低。我說正是這個原因。是因為坡造成的。它是你那個坡嘛哈，比如說
後面這一排呢，他家的那個院子的高度，是你家前面這一排的屋頂，2層樓了。对，是屋頂上頭。所以通常很多房子哈，对，就是通常你的背靠山嘛哈，对，所以呢，你那个就有了刚才说这个問題了哈，這個路比房子高，這裡頭有很多就建築中的一些問題，隱患或者是應該叫隱患性問題，就是它分每一間房子，蓋的時候的這個周密性有關係，對，但是總體上說來，我們還是要選擇房子比地面高的這樣的房子啊，對，風水也好，從風水也好哈，從實用學來說，在溫哥華有一家人是這樣哈，就是也是他的後面的這個路，就是他家的屋頂的那個高度，就但是呢，我不是因為他們是在老社區的房子翻蓋的，也不是他翻蓋的，是這個建築商發展商蓋了之後，舊房買了之後拆掉之後重蓋，蓋成一個新的，就是為了賺錢嘛。好的，結果他們家發生個什麼事兒呢？就是有一天呢，他就說哇，他從他屋一出來，從他的睡房裡一出來之後，咋這麼臭呀？就臭到不行了，他就不能跑啊，就趕快找臭味從哪裡來呀？他是地表上頭，也就是住人的層次哈，有2層，比如第一層房子呢是客廳、廚房啥的，第2層呢就是3、4個睡房，是這樣。結果還有一個叫地下層，叫地下室。結果它地下室哈和上面的房子，它裡面的室內高度一樣，都是3米多高。整個裝滿了有1米半深的，全是他們家這個房子有一個功能，有個東西叫做化糞池。他們家的大小便污水排放的那個池，結果都倒灌回來，灌到了自己的地下室裡頭去了。這可是真事兒哈，搞得他快逼瘋了他了。對。哎，這個修理可是麻煩了，就是。那他會為什麼出現這樣的事兒哈？也這個施工人員不該這麼做的。他們不知道出於什麼樣的原因，應該說把這個化糞池這個位置哈，應該盡量要比你的住房要低。但是他因為上頭也有路，下頭也有路哈，他圖省事，反正不是自己住嘛。通常在他的為什麼？最後他也找那個發展商，說發展商為了啥把這個建的這個化糞池高度比屋子高呢？因為它的背後不是馬路嗎？馬路是在它屋頂上頭，馬路上頭有那個排水的地下溝，污水道，他家化糞池呢，等就是每2、3天到了一定高度之後，它會自動有個機器把化糞池的那些垃圾就給吸到那個政府排水道裡，污水管理。那這個排水道呢，都是在這個馬路邊緣上，大家走不遠就有個排水槽，對，那就是那個排水道。他為了借他上頭這個排水道，他應該借他下面一個排水道去。他可能為了省錢省事兒之類的。所以他的化糞池的高度比他的住房還高，結果他那個往外泵這些垃圾的那個泵呢壞了，所以到了滿到一定程度呢，不往那個政府的排水槽裡去排的話，結果這個壓力哈就倒灌回，從他家的地下室的廁所全冒到他家地下室來了，半屋子都是。所以當你的房子外面這個地高過於房的時候，其實是有很多危險的。是的。那他這個就是一個是健康受到的不好的影響，另外運氣整個就是被污染了哈，容易出問題，還容易出交通事故。對，不好。遇上不長眼的喝的酒暈乎，或犯個高血壓之類的。反正你家的屋頂的高度比馬路還低嘛，是吧？車稍微一拐彎，你就看到朦朧了一下，一拐彎就到你家屋裡去了。真是。對，就是很危險。好的，所以這種房子盡量不要買，哈，我們要買就是我們的房子要高於地面的啊，高於馬路的，
好，那下面給網友們準備的一張圖呢，是住公寓樓的哈。因為一開始那個網友們也有說，買房的時候要找這個朝向跟採光啊。那你看哈，這個公寓樓1、2、3、4分別是在4個角哈。那上北下南啊，左西右東。那你看那個白色的是指的窗戶開的朝向啊。對，你看像比如說2號房間呢，它就是有兩邊的窗戶，東窗跟北窗啊，是這樣。來，那我們網友們，你選一選，如果你住公寓樓的話，1、2、3、4，你會選哪一間？哎，有選4的，大家盡量表達一下哈。對，對，有幾個人選了4。4呢，就是在東南角哈，它的採光來自於東邊和南邊，是這樣的。選3和4的比較多。3呢是西南角。西南角。對。3的也有的，2現在2也有，2也有了哈。就3跟4的多。4最多，我看。對。好，那我們請師父給大家講一下。從最正宗的，先別說風水哈，真正科學的住房的這個方向來說的話，就是我們也分哪個球哈，地球當中的北半球，這個如果去住澳大利亞呀、新西蘭呢，又不一樣了哈，包括到了印尼也不一樣了哈，它是反方向的哈。对，那在地球北半球的啊，多數人都在北半球住哈，叫坐北朝南。那像這棟樓當中，到底你不可能選整層都是你們家哈，比如一棟大公寓樓，一般人的財力不可能買一整層哈。那如果有角落選擇的話呢，我首選是東南角。我們再看看那個圖。東南角哈。東南角也就是窗戶朝東開和朝南開。對。就是4是吧？對。也就是上午這個日照的時間哈，它是有限的。對吧？你過了12點半，它就轉到南邊來。你想照這個窗戶都是很難。對。所以屋裡頭不會太熱。是的。對。像第2呢，就是東北角。東北角只有早晨應該說是差不多10點鐘之前有一點光，之後再也見不到光了。對，就比較陰冷，陰氣重。對。尤其是在北方的話，北方就是我們屋裡的感受的溫度哈，其中有大部分來自於陽光的溫度。對。當你這屋子見不到陽光的時候，那是很冷的溫度，陰沉沉的。對，並且對健康是不利的。對呀。記得嗎？很多人講的這個衣服都需要見陽光，要曬，曬才能殺菌，對不對？枕頭被子都要曬。人體也需要曬。對。所以你根本見不着陽光，對了你的睡房的時候，雖然你躺下來睡覺是晚上哈，但是你的屋裡頭也需要陽光這個能量，才使得你的屋裡頭不會陰氣過盛。理解了。所以東南角是最好的。對，東北角容易陰氣過盛。那師父，那西南角，那西邊那個太陽曬得更長啊？對，會更好嗎？哎呀，西曬死人呢。好熱，這個真的。尤其你在夏天，本來就很熱。所以如果你要開空調的話哈，你這個西南角的這個屋子裡頭哈，你要比這個靠東南角相比的話，要開這個冷氣，要費多1倍的電，而且還住着不舒服。你說一邊吹着冷氣，在西陽那個陽光曬進來哈，你說這面給你加着熱，你還開着冷氣給它降着溫，矛盾吧？對喲，那人也不舒服，身處矛盾之中。你躺你的床呢，就是既冷又熱。是吧？真是不舒服，簡直是一個矛盾的焦點。對，其實是不太好的，不舒服。好，東南角最好，耗電耗神。保證你晚上12點半之前睡不着覺，半夜熱。真的，後半夜徹底涼快了，才能入睡，真是這樣。所以人容易得病。好，理解了。好的。好，那我們再看一張圖哈，就有一種丁字路口的那種哈，
看丁字路口的那張圖，讓大家来选一下这个1、2、3、4个房子，不要選哪個房子和為什麼請網友們來回答一下哈。這個其實在北美蠻多，亞洲也蠻多的這種路，在北美特別多。對，走着走着這個路這到就結死了對，還有的是1公里以後那條路又出現了，它中間斷開了，成了居民區，是這路是不通的。因為它是想讓車速降下來不直穿過去想讓社區安靜。是網友們都回復了，大家都說選2，都不要選2。對，我看到2我就怕，你知道吧？你看那個車，要是就直射手行駛過來，那個車沒剎住的話，不就撞到你的房子了嗎？所以現實生活中出現太多這樣的案例了。對就是車剎不住啊。所以很多交通事故就是來自於什麼？第一個就是他沒到過你這個區，對這個路不熟。對。那麼第二個呢？這個人的身體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頭昏吶、血壓高啊、生氣了，還過分疲勞，他確實看不清楚。對，還有再就是青年人喝了酒了，這個車速沒降下來，就直接開到你們家去了。如果普通說咱院子大，開到家來又怎麼樣呢？關鍵是開到你的屋裡去，你自己不知道，這是生命危險了。是的，對，所以這個路衝啊，這是被路衝擊，對，這非常的恐怖的，直白的危險，還有風水上也不好，是吧，師傅？不好。它這個路呢，就像一條河流哈，它有個能量往這衝，就形成了叫衝煞。這個衝煞就是一把刀一樣穿過來。就是容易出現心臟病啊、精神病啊、婦科病啊、子宮肌瘤啊等等的這些，對，還有很多你生了孩子年齡都不大就得心臟病，就這種正面的衝煞就會影響你身體的正中央的疾病，就是很麻煩。好的，這個還是比較直白的哈。對，那還有一種街角房就是在這個拐彎路口拐彎的那個地方，那個房，因為那種房一般地大一點哈，對，然後可能採光也好一點哈，鄰居也少，這種房的話，是不是也有這種衝煞的？在像加拿大、北美的社區裡頭的街角房問題不大，它車速慢，房子矮，最多2層嘛，對，所以這個通常。因為在這個法律管得很嚴哈，在這個街區以內的話呢，一般都是30公里，時速30公里，對，是比較慢，所以這個通常是沒問題的，但是呢，如果在這個大的馬路的街角上，大馬路的街角上蓋高樓的時候，是吧？比如說你在你的2層樓上看到外頭的地的話，什麼地就是什麼地，沒有錯覺。當你上升到10層樓的時候，你在看外面的馬路的時候，你總感覺你就站在馬路的上空，它是有這樣一個高度之後的那種視覺效果不一樣了。所以在這個街角上的高樓的時候，你通常往外看出去的時候，就以為就在這個馬路的上面懸空着，對，也形成一種衝煞，對，就不好。對，這個要如果有了的話就得解決，如果不解決也容易出問題。是，就是它也是，其實也是有交通安全危險的。像美國硅谷啊，有個新聞，有個房子呢，它是高速公路出口下來直衝的街角房，然後被報道50年內撞了23次。你分哪一種街角你那個街角特別，尤其是在西方國家呢，大家不懂這個風水的概念哈，他們也忽略了就交通開車的人的某種身體的疲勞啊，或者得病了之後，這個車有點失控的感覺，或者看不清了，而引來的交通事故，是吧？不管哪裡人，至少住那個房子的人，當時圖的可能就便宜，是吧？稍稍長長腦子也不會買那個房子。對呀，是，對他們家說，他都外頭都加了那種鐵柱攔着，攔不住，還是衝進去。你想，你要開個那大貨車的話，大貨車、卡車，一拉50噸的，對，像火車一樣撞過來，誰擋得住啊？而且美國那個高速開車都好快哦，就一下來就衝到了。那命要很硬。是。我覺得可以在那個位置挖地道，住地下。才撞不到你。住地
家天天樓上的嗚嗚就嗚唄，至少撞不死，对吧？你這凡是地表以上都被撞，哎，就是這樣的啊，他就有被撞的風險。反正今天我們的網友不會選這個房了，因為我們聽師傅講了。不一定，有些已經選了啊，搬吧，朋友們搬吧，生命安全重要。賣給。哎，小聲說哈，賣給那些今天還沒有聽直播的人哈。好了，OK 了，对，反正所以這個道路的這個沖煞的這個哈，也是很要注意的。還有一種就是那個房子是在那個轉彎處的，馬路自然轉彎，對吧？馬路自然轉彎處，我們看個圖，這房子在彎處的，這個。和丁字路口差不多，對，非常的風險，對，就是在馬路的這個大拐角處的，這就是大風險，是吧？我就是說，頭暈了、高血壓了、疲勞了、看不清、喝點酒，都可能撞上去，這在那就是危險戶，危險的地帶，你就是剎車，好多人還經常說，哎，沒怎麼剎住，差點剎不住就撞出去了，对不对？这還是正常理性的人呢。對，有的時候車還壞了呢，那不賴人呢還。有的時候車壞了操作不了了。有的時候路滑的。對，更多的還就是人的身體的問題，對不对？我就剎不住了，可不就撞上去嘛。對呀。所以這買房在那個馬路那一頂頭拐彎頂頭那個位置，千萬住不得。是，對，好，很危險。對，好，感恩師父提點。今天師父給大家講的內容非常豐富呀，哈。它本來就存在這些問題。確實是啊。好的，那我們再給網友們再總結一下哈。今天講了2大塊，一大塊呢是為了健康，我們投資自己住的這個住房哈的大環境啊。再講其中呢，第一個是遠離工業污染，第二遠離這個自然的一些風險，山吶、海呀的哈。第三呢就是這個不要找那個最新的這個社區。第4呢，這個人文環境像社區房這種比較好啊。社區房。對，講完這大環境之後，再講小的這個環境裡邊的優選地段啊，也是要位置居中啊，地勢平穩吶，避開水淹吶，採光充足，朝向等等這些，還有避免路衝啊，這一些哈，非常的豐富啊，也歡迎我們網友們推薦給你的朋友們多來學習學習，都是非常實用的提點。對，師父，反正我能講的都講了，就在這一課上哈。對，所以呢，就是為了讓我們活得更健康、更幸福快樂，給自己和家人呢有個安居樂業的住所。請大家記住哈。永遠就是一個選擇概念，就是地點啦，就是環境啊，環境。地點就是環境，環境就是地點。所以在優質的環境之中，找到更優質的細節的地點。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哈。那也有人說，我是買了一個好的大區域，對，可是有一個弱點。就是我每天晚上，他本來就是醫生下班回家晚嘛，他過去還不知道，他沒去過這個城市，可是他工作調動找到一個醫院，他去這個城市呢，他就在那兒說先買個房吧，醫生收入高嘛哈，先買個房。他說就是每天晚上回家的時候有點精神障礙。為啥？他底下那個房子是商業房，就是酒吧。這個大家說，他回去的越早越安全，越晚越不安全。越晚呢，人家喝醉了，出來溜達了，喝醉了，些流浪漢生了氣，在家老婆給他气受了之後，他見誰想揍誰。所以這個醫生住在上頭最害怕了。對，所以呢，在這個好的地點之中，還要優選更好的小的你的房子的地點，小的環境，對，至關重要。它樓上樓下是有差別，但是底下有店鋪的房子盡量不選，除非是旅館是沒辦法，對不對？你也住不了幾天就走了。對，如果真正要住房，這種房子也不能選，所以就是一個地點至關重要。這我還有個問題哈，在剛才講的大環境和小環境嘛哈，那我錢也沒有那麼多，那剛才說的大環境中的優選的小環境的又這麼挺講究的哈，
那我有2個選擇，我想請師傅幫我選一下，就是說我在大環境中選一個稍微差一點點的小環境的地方，還是說我在那個比如說差環境中我選一個好房子，對，貴的。那如果听懂了我們講這個大環境的好處哈，就我寧可用這麼多錢，在好的環境之中，選擇一個差一點的房，也好過在差的環境中選一個好的房。了解了啊，這一點是至關重要的。因為是投資健康嘛。因為大環境的好是花錢都買不到的。還有呢，在花錢買房的時候呢，就是我們不要感性的去買，都一定要理性。对，就是說在家裡頭經常買房的時候哈，有的要不男主人不講道理，有更多的是女主人不講道理，是吧？我不管，我就喜歡這挺美，或者說我就喜歡，我也說不出來為啥，就怕這個。就是有的時候你比如說因為買房不是小錢，對不对？对啊，不是買衣服。对。如果把買房的这種感覺哈，這個盲目的決定像買衣服那麼容易的話呢，將來麻煩就大了。對，你買了房買錯了之後賣不出去。對啊，那都是大錢，要很慎重。所以呢，我希望哈，在你買房的時候啊，夫妻倆，如果孩子大的时候，孩子也要參與建議哈，對，多給點參考的建議。我說的這個環境的選擇才是最至關重要的選擇。好，不要盲目，更不要衝動，更不要被表面的花枝招展所蒙蔽啊。有很多人為了賣房哈，一個舊房明明很多問題，我把這個房子都裝扮得可漂亮了。尤其是咱們在溫哥華，是老外西方人賣房就是這樣。對，甚至很多家具花瓶都是租來的，租來擺在那兒說哇，好漂亮啊，好高雅。其實人生活家不管老外還是中國人，其實真住進去都是亂七八糟，這反而正常，對不對？對，他給你弄的吧，就優雅到不得了了，你就感覺這就是你的優雅的生活居住。所以千萬記住哈，別上這些當，好吧？選擇大環境，再選擇大環境中的好的小環境，這就是最正確的選擇。好，非常感恩師父。對，買房不衝動。對，對。那師父還想請教，就是現在懂得選擇大環境、小環境嘛，那就是還有很多的選擇，比方說我要選擇哪一類的住房，什麼樣的房型，什麼樣的設施啊，包括我選擇裝修啊、建材要怎麼樣選擇，結構啊，這一些有講究嗎？那太多了，那個細節也是非常厲害啊。我們說你已經選擇了好區了哈，對，哎。但是好區裡頭不一定都是好房，是啊，好區裡頭也有鬼屋，對，是不是啊？也有醫院旁邊的房子，是的，也有自殺的房子，是吧？也有經常起火的房子，對不對？對，是很多種不同的房子的。對，那所以的話呢，就是你在選擇這個具體到房子的時候，那個裡頭的細節內容哈，比今天這一堂課內容還多。那我們還要請師父再約時間，還要給大家講哦，因為為了我們的健康嘛，你看裡頭還有風水的問題，就是呀，對呀，這一大堆的問題，還有不同的屋子、不同的方向，是你家什麼樣的人住，其實也是有說法，太多學問了，對吧？如果住對了，你家呢就順順利利；如果住不對，就是矛盾叢生啊。那我們一定得好好學哦。那我們要跟師父得約時間，師父咱們什麼時候再講這一個呀？這樣子，咱們如果就是說下一次在這個投資健康內容當中哈，下一次投資健康和不一定等於下次的直播哈，就這個系列的下一次，我們網友想聽不哈？如果想聽的話呢，肯定想聽。今天大家都說好實用，我們代表網友先說，這只是選擇環境啊，就這麼多內容，已經很重要了。你看多少人買房都是一衝動就買了呀？對，都說想聽，都說期待師父講解，然後請師父再給我們多講。對，那好，太受益了，大家是。其實下一場如果講這個內容的話哈，其實非常的重要，真的重要到的不得了。再就是說你花了不少的錢，結果有很多人錢打了水漂，真的，100萬買了房子，還要再加上150萬，這個房子才能住啊，麻煩吧？是麻煩。還有很多房100萬的房進去
可能花不了200塊，就生活得很好。你看那多好。对。所以对于房屋具体的选擇上来说，里头有无数的玄机呀。就是我父親給我傳授了很多。哎。那我們要洗好了耳朵等着聽啊。是，太期待了。行，那我們再選擇一次時間哈，給大家講一次真正具體的投資到這個房子房子本身哈，當中的很多的細節的內容。好的，就變成了其實就是又是一個變成買房的寶典了。好的，我讓你少花額外的錢。我就是100萬嘛哈，我就100萬裡頭都是好好的，也能買到這樣的好房，這是最重要的。好的，那我們期望師傅講這個買房寶典之2，太期待了。好的，感恩師傅。好，那我們跟大家說一下下次直播的預告時間，是亞洲台北2025年6月15號晚上7點鐘，北美溫哥華2025年6月15號凌晨4點鐘。是，如果呢你比較喜歡我的頻道哈，比較喜歡我講的內容呢，還是一個老江湖規矩，點讚、留言、分享、訂閱，還有訂閱，這個呢對你來說非常重要。如果你訂閱之後呢，我們下次凡是有新內容的時候啊，你會收到一個提醒，是，這樣你就不會錯過重要的寶貴的內容啊。好，也非常感謝哈。給我們帶來這個宇樹房贊助直播，讓我呢能夠繼續的為大家呢進行網絡的弘法，網絡的給大家傳授非常重要的做人以及生活重要的知識哈。非常感謝大家的贊助哈，祝所有的發心者呢，闔家幸福歡樂，心想事成，事業興旺，全家平安，吉祥如意。我們下次直播再見。小的紅點裡，人生就此歡喜。我快樂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麗了。